最近呢，美国的股票反弹了好几天啊，很多人来问我，这一次的美股的熊市到底是不是结束了？现在可以捞底了吗？今天给大家探讨一下，美股如果要转势变成一个牛市的话，需要有3件事情的发生。当然，这3件事情当中，其中一样发生，就可以让这次美股的熊市结束。牛市来临，这3件事情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探讨啊！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心得和经验，希望提升大家的回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咯。回到了今天的主题啊，这次的美股用 S&P 500做一个指标的话，到现在最多已经跌了接近 25%。Technically speaking， 已经是进入了熊市。最近呢开始反弹了几天，但是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一张图的话，其实这一次只是碰到了我们叫 channel 底一个反弹，也是一个超卖之后的一个反弹。我个人觉得要真正的让这次的熊市结束的话，必须要有3个因素当中的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那就有可能这一次的熊市是正式的结束了啊。这3个因素，第一个是通胀，这次美股调整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因为通胀开始失控了。Inflation has surged to levels we haven't seen in 4 decades. 使到美联储加息和量缩。 But at this point, the economy is very strong and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re high, and it is therefore appropriate, in my view, to consider wrapping up the taper of our asset purchases. 所以我们要密切留意通胀的数据，如果看到通胀的数据到顶回落甚至是受控的话，美国这个加息的周期可能已经到了顶，以后又可能回到了量化宽松减息的周期了。这样的话，资金会重新回到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也会反弹了啊。第二个因素是新冠疫情，暂时来说，全世界的新冠疫情好像是受控了，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有没有新的变种，有没有第6波、第7波。一般来说呢，新冠疫情在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厉害一点，现在是夏天，到了冬天，这个疫情会不会又有新的变种又再爆发啊？还有一个要密切留意的就是在中国现在还是一个清零政策，这个清零政策使到生产经济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会不会放弃这个清零政策，变得与病毒共存啊？疫苗的发展和确诊的人数到了一定数目之后，我们的人体会不会有抗体呢？这也是使到以后新冠疫情不再困扰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经济的一些关键。那一旦中国的生产恢复了，交通运输恢复了，这个困扰我们今年的供应链的中断这个问题呢也会解决。一旦供应多了，这个物价也会跌下来，使到通胀受控。第3个可能性呢，就是俄乌战争的结束。俄乌战争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到现在，导致了全世界的石油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是严重的攀升，也是导致了今年的通胀。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结束的话，困扰我们今年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结局是什么呢？有几个可能，俄罗斯打赢了，乌克兰打赢了。如果是俄罗斯打赢的话，那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措施还会继续一段时间，这个反而对投资市场不是那么好。如果俄罗斯打输掉的话，那俄罗斯肯定马上就要赔钱，甚至俄罗斯现在政权也会垮台。这个时候，新的俄罗斯的政府要赔钱的话，就要大量的输出石油来还债。当然，乌克兰也需要重建经济，也会有大量的粮食会出口。这样的话，马上导致这次通胀失控的原因就少掉了很大的因素。通胀背后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货币供应太多了，美国的国债太高了。如果这3样东西任何一样东西发生的话，都会有个连锁效应，使到美国最严重的国债和量化宽松的问题得到舒缓一下，那拜登总统或者美联储就会马上可以把货币政策又变回了宽松，使到股票市场好了。刚才乐观的说了，如果通胀受控，新冠疫情不再爆发，俄罗斯战争结束，这3个利好的因素没有在短期内发生的话，经济会越来越糟糕，楼市可能会低迷，使到
到整体的经济会继续差下去。这时候相对有些国家，比如说日本、中国内地，甚至是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最后经济和货币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最终类似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股票市场的直播率现在还不是那么看好。当然新冠疫情如果结束的话，也会加快我们经济的复苏，经济好了之后也会增加企业的盈利，导致股价向好。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有2件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对股票市场是不利的。第一个是全球经济会不会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加息和缩表，使到美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衰退。如果美国的经济衰退，也有很大的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进入衰退。经济衰退之后，企业的盈利就会受影响，对股价也会不好，整个股票市场也会继续往下走。一般来说呢，经济不好，美国会量化宽松，但是这一次通胀又很高，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滞胀。经济不好，通胀又很高，使到美国和全世界的央行不能够量化宽松，各个国家的政府呢又已经借了很多的钱，使到他们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能力又受到限制。在这个滞胀的情况下，对股票市场是非常不利的。另外一个也要考虑的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亚洲，日本央行还在量化宽松，中国内地也在量化宽松，因为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有放缓，也不是太好。但是这2个国家呢都在量化宽松的时候，货币都在往下跌，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货币也要被迫的往下跌。当日本和中国的货币都在下沉的时候，其他国家的货币也被迫的要下沉，因为如果他们的货币不贬值的话，他们在出口市场的竞争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但是呢，当这些国家的货币在贬值的话，也会导致他们国内的通胀失控。这个时候不光是美国的通胀失控，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通胀是更加厉害的失控，因为其他的货币是要贬值，贬得比美元还要多。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小心的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那经济不好的时候呢，还要看经济有多么的不好。那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又碰到加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对楼市也是非常的不好的，因为普通人是借的钱去供款供楼的，这个时候利息涨的话，每个月要供楼的钱多了很多。但是如果经济不好的话，收入有没有提升，甚至是没有工作了，失业了，这个时候对楼市也会有很大的一个隐忧。我个人预测，世界各地的楼市也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都会不好。那房地产又是对整体的经济影响很大的一个生产业，一旦楼卖了不好了，后面的装修啦、建筑啦，甚至是水泥啊、钢筋啊这些原材料的整个行业都会受影响，银行也会受影响，律师、经济也会受影响，整体的经济也会进一步的放缓。那好了，跟大家分享了可能会把这个熊市转成牛市的这3个关键，在目前来看呢，这个可能性还不是太大。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的思维概念，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信心，给自己最多是 70% 准确度的一个假设。如果大家回看788今年的预测，甚至以前的预测，好像这个准确度都是蛮准的。就算788预测市场和经济这么准，我都是经常告诉自己，只有 70% 的准确度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啊。为什么这个 70% 的准确度这么重要呢？就是时常提醒自己要做预料不到的风险管理。所以好多投资的业余者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看好一个股市 all in， 不看好 all out， 全部撤离。我就算不看好一个股市，也不会全部撤离；我就算看好一个股市，也不会 all in， 更不会去杠杆。就是因为我给自己的预测也只有 70% 的准确度，所以呢，我预测整个股票市场的涨还是跌，牛熊周期，这固然是重要，是我选股5部曲这套方法里面的第1步，但是我更看重的是第2和第3步，寻找起飞的行业
和优质的股票会涨10倍或者以上的股票，因为看这些成长的因素，优秀的企业，起飞的行业的话，这个把握会是更高。那我喜欢做一些更有把握的事情，就算今年年初我非常不看好美股，但是我的资金基本上还是98%以上在股票市场里面。到现在上半年已经结束了，美国调整了23%，香港调整了超过15%，A 股也调整了，但是我看了我的股票的回报还是一个正数，还是有钱赚的。这就是告诉大家，选股要比去猜测市场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到顶是更重要。总体来说啊，如果一个市场股票太贵的时候，那知道它的调整机会会很大。如果一个市场太悲观了，哇，看起来股票都很便宜的时候，这个时候反弹的机会也会很大。但是现在呢，股票又反弹了一段时间，又不是那么便宜了，但也不是那么高的时候，我会把精力焦点放在选股那里。最后呢，想引用著名股神 Templeton 的一句话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他说，牛市在悲观当中诞生，在怀疑当中成长，在乐观当中成熟，在兴奋当中死亡。最好的买入的时机是在最悲观的时候。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体的市场的情绪还没到最悲观的时候，但是又反省一下的话，可能我就是那个悲观的人。到底现在是一个牛陷阱，还是真正的牛市在我悲观的时候诞生呢？你有什么意见？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今年我看了8个10倍股当中呢，全部都是涨的，最高有2个是涨了60%多，平均涨了40%左右，最差的那2个也有几个%的增长。大家如果对10倍股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我的频道到10万个订阅者的时候，我答应会讲一些关于10倍股的选股的方法给大家听。那如果你还没订阅，赶快订阅，并且把7八宝的视频分享出去，我们早点到10万订阅者，早点一起开始寻找10倍股咯。那我们下次再见。